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asy，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好，那讲过了在购得上卖鞋呢，我们再来讲在购得上买鞋。那这几个平台上呢，我整体而言，我觉得购得上买鞋的经验是最好的。为什么呢？比如说 eBay， 它有一个非常重大的缺点，就是 eBay 非常的慢。好，再来说 StockX， 那绿叉这个平台呢有两个缺点。第一个缺点呢是它的物流也是比 GOAT 要慢的，那比 eBay 可能会好一些。那我最迟在 StockX 上买鞋收到货，大概用了6周的时间。好 ，StockX 另外一个缺点呢，就是它的名声不太好，因为很多人在 StockX 上买过假鞋，所以你一定要具备有这个真伪鉴定的一些方法。你收到货以后，你做过真伪鉴定。如果是真的，你就留下它；如果是假的，你一定要跟 StockX 客服去退货。所以这也是一个额外的时间成本。那为什么 StockX 上会有假货呢？因为它其实就少了刚才在 GOAT 卖鞋你拍照的那一关。那由于 StockX 这个平台呢，它在从卖家那儿收到货之前，它没有看过任何的照片，它没有做过第一关的真伪鉴定，它收到假鞋的几率就增多了。那可能你就要说了，那我比如说我拿双真鞋拍照，那我给这个 GOAT 发一双假鞋行不行呢？但是你也只是说过了第一关，等这双假鞋到了 GOAT 那儿，你还是会被真正的真伪鉴定给打回来。虽然说拍照片这个环节不能完全的抵挡一些不良卖家去卖假鞋，但是至少一些普通玩家，比如他们低价收了一双鞋，他自己都不知道是真的假的，他真的实实在在的在卖鞋之前给 GOAT 拍了几张照片，那 GOAT 就可以把这些情况直接给排除掉。所以相对而言 GOAT 上的假鞋率要比 StockX 要低。好，这是 StockX 的一个缺点，同时也是 GOAT 的一个优点。那 GOAT 最大的优点呢，其实就是它的物流快。大家在买鞋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 GOAT 有3种买鞋的方式。第一种呢是这个正常的竞标价，你可以竞价去看卖家有没有人愿意卖给你，你也可以呢直接去买卖家的标价。那这个方式跟 eBay 和 StockX 是一样的。另外一个方式呢，通常会出现在你选 size 之后的那个页面的最下方，你可以去买一些有瑕疵的球鞋。那这就体现出了 GOAT 照照片的另外一个优势。如果 GOAT 发现这双鞋有瑕疵，或者你卖鞋的时候你标记了这双鞋有瑕疵，你的价格呢就会比正常的竞标价要低一些。那可能有些买家呢，他不介意这双鞋的一些轻微的瑕疵，或者比如说这个盒子坏了，那我鞋盒对我可能不是很重要，我就去买了这双鞋。所以这个方式呢，相当于给买家和卖家都提供了一些方便。好，那第3个方式呢，就是用绿颜色的字体打出来的 Instant Shipping。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 GOAT 的库存里有你这双鞋，那你如果选这个方式呢， GOAT 会直接从它的库存里给你发货。那如果是美国境内的话，你应该在2天之内就会收到货。那 GOAT 的库存里怎么会有货呢？那其实呢，这就是卖家可能犯过的一些错误。那之前在 Instagram 上也是跟一个粉丝去交流，他把一双 GS 的球鞋当成成人的这个球鞋去卖了。那虽然比如说成人的球鞋里边有 US 7码的鞋，那 GS 呢也有这个7码的球鞋，但是GS 跟成人的球鞋是2个不同的型号，它鞋的外观和鞋的条形码都是不一样的。也就是说，你这双 GS 鞋发到 GOAT 以后呢， GOAT 一定会给你打回来的。那这时候呢，会有2种方式 ，GOAT 会问你，你是想让我把这双鞋寄回给你，还是放在我们的仓库？那如果你放在我们的仓库呢，那之后有人在买的时候呢，我就可以直接从我的仓库发货，这样就会省去你作为卖家把鞋发到 GOAT 这一个环节。另外一个 GOAT 库存里有货的原因，就是买家可能在收到鞋以后，他觉得这双鞋有些什么问题，他就把这个鞋退货了。那 GOAT 收到退货以后呢，根据这个鞋的情况呢，他可以去决定把这双鞋放在 Instant Shipping 还是放在 Damaged。因为买家退货的原因可能是这双鞋有 damage。第3种 GOAT 增加自己库存的方式呢，就是他有自己的一些物流的渠道，也会收到一些球鞋。那最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我这双鞋在 GOAT 买的到底是什么。好，那看鞋盒知道是一双 Air Jordan 1了吧？好，你打开这个鞋盒以后呢，会有2张贴纸。那一张呢是 GOAT 的广告，跟 StockX 一样。那另外一张呢是 GOAT 告诉你这双鞋我鉴定过了。那列出来的呢都是他鉴定过的事项。那打孔呢表示这些事项是通过的。那我觉得这个没有 StockX 做的好的一点，就是这个鉴定卡太容易作假了。StockX 至少它是拴在鞋上的，而这个就是一张纸。我认为 GOAT 可能觉得呢，既然 StockX 那个绿签也可以作假，那我干脆就只用一张纸算了，至少我还能省一些成本。漂亮。好，大家看到了，就是这双 Air Jordan 1扣碎的丝绸。
我之前在 Air Jordan 1 University Blue 那一期视频给大家讲过，我收齐了这个 Jordan 1的赤橙黄绿青蓝。我之前有一双橙色的扣碎 3.0， 就是那个猪油扣碎。然后我其实那双鞋是在朋友那里，我一直还没拿过来。然后我就一直在网上看图片，我真的是越看觉得那双鞋越丑，可能我无法接受这种漆皮充满了褶皱的这个感觉，所以我就在想，我要不要再买另外一双橙色的这个 Air Jordan 1。其实这个选择无外乎4种，一种呢是这个扣碎 1.0， 然后是扣碎 2.0， 那第3个呢就是这个，那第4个呢就是比如说买一双这个 Mid 的扣碎。那我之所以选择这么一双鞋呢，就是除了扣碎 3.0 以外呢，这双鞋是最新的了。那扣碎 1.0 跟扣碎 2.0 它的版本都太老了，已经过了很多年，可能用不了几年就会再出一次这个扣碎的复刻。那我干嘛不等到那个时候买一双新鞋呢？而且现在那2双旧鞋的价格炒得很高，我可能花了1-2千美金，拿到手以后那个球鞋的状态我又不敢保证是很新的，可能已经半氧化了，我又不敢穿。好，虽然是在平台买鞋，它有这个真伪鉴定，我们也要自己做一次真伪鉴定。首先那个钩子的弧度呢，这基本是直的，所以应该是没什么问题。然后这个飞翼 logo 呢，由于这个刺绣啊，基本上只要是清晰可见就没有任何的问题。然后再看前面的这个缝线，这个基本是最窄的，第2个呢要稍微宽一些，然后下面是最大的，这也没什么问题。然后上面的这个 Nike 的450 logo 呢也是清晰可见，然后同时这个 K 跟 E 呢是有一个连体在这儿的。那后边的这个鞋舌后边的这个字体呢，基本上也是没有太大的问题。这个450跟下面 Made in China 之间是有这个空行的，唯一可能稍微有点诡异的是，我觉得这个字体可能略粗一些啊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刺绣的问题导致的。我们看一下另一只，好，那另一只呢也差不多是这个样子。还有一点比较诡异的是，这个 Nike 的这个 tag 不在中间，这个都是偏斜的里侧，偏移的距离不太一样。这个留的可能稍微短一些，这个长一些。但是这个呢，两边几乎是相等的，所以这个做工呢，我现在是一个怀疑态度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鞋的里边的 label。好，这个 label 呢是没什么问题的，清晰可见，而且并没有加粗，所以这个是过的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鞋垫鞋垫这个问题不大，这边也是没有什么问题，而且这是有托的，也是 OK 的。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鞋里边的走线是不是清晰可见。OK， 鞋里边的走线是排列是没有问题，我目前没有看到有交错的状态，每个洞里都是2根线，所以这个也没有任何的问题。然后我们捏一下鞋跟这个位置是硬的，这是捏不动的，这个是没问题的。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这个皮质，这个皮质这是有褶皱有纹理的这个皮质，另外这边呢也是有褶皱有纹理，所以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。同理呢，这只鞋呢这是有褶皱有纹理的，这边呢也是有褶皱有纹理的，所以没有啥问题。整体摸着这个鞋的质感呢，皮质还是很好的。然后再看一下鞋带口有没有打歪的迹象没有，有没有打这个错位或者是瑕疵的部位这个是没有的。再看另外一只，这个也是 OK 的，这个也没有什么问题。这个好像有一点点瑕疵，整体问题不大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个鞋放一边，看一下鞋盒。然后首先看一下这个鞋的 label， 这个 label 是 OK 的，没有这个加粗的迹象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鞋盒盖上面有没有这个 date code， 钢印是没问题的。然后我们做一下找一些水印或者是瑕疵的，然后就看鞋底它好像是反光的。那钩子侧面呢，跟这个飞翼 logo 的下面这个走线是不反光的，这个上前它是反光的。诡异，鞋里的走线是反光没有问题，而且清晰可见，这个走线还是非常好的。主要就是看着像假的位置就是这个鞋舌，一是后边字体有点可能有些凸，2呢是它这个位置有点偏左，3呢是这个 tag 是反光的，有点诡异。这是好，那经过刚才自己的一番鉴定呢，我觉得这双鞋我也是打怵了啊。最假的地方就是在鞋舌这个位置，其他的位置呢，我们并没有看出特别明显的假鞋的痕迹。那这鞋舌呢，一共有3点，一是这个鞋舌的位置呢，并不是最居中的。然后第2个呢，是在鞋舌后边的这个字体，我认为，有可能是刺绣的原因啊。那如果不是呢，就是这个字体略粗，有点像假鞋的痕迹。那第3点呢，就是在黑光灯下，这个鞋舌是反光的，也是我认为最假的一点。所以一旦自己的鉴定有含糊呢，这时候赶紧把这个 check app 拿出来进行一下鉴定。然后第2个呢，它要鞋里面的 label， 然后第3个呢，它要是鞋垫的背面，然后它要鞋里边的走线，然后它要鞋盒的 label。鞋盒 label 开始了，然后它要鞋盒盖上的这个钢印，然后你看最关键的是，我可以再添加一些图片。由于我认为鞋舌看起来比较假，我多上3几张鞋盒的这个，先传一个鞋舌的背面，再传一个鞋舌的正面，再来一个这样。最后呢，我再多传一张飞翼 logo， 最后一张把飞翼 logo 跟钩子都导进去，然后点 next， 然后选30秒 ，OK， 这个地方。那如果你也想用这个鉴定 app 呢，请用我在本视频描述区所放的这个邀请码，你用 easy 的邀请码呢，能够免费获得1次鉴定真伪的机会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等待结果。好，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吧 ，Take it easy，peace。